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白鹿演技战风华，白月泛星美如画。白鹿从初涉荧幕的青涩，到如今的游刃有余，白鹿用一部部作品，一个个鲜活的角色，书写着自己的演艺传奇。主演电视剧，角色性格各异。白鹿的演艺生涯是一部角色性格丰富多样的史诗。在《凤求凰》中，他一人分饰两角，霍玄的英勇果敢与乐韵的心狠手辣，在他细腻的演绎下跃然荧幕。那时的白鹿虽然演技尚显青涩，但他已经能够准确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，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。随后在《招摇》中，白鹿以陆招摇一角展现了其演技的飞跃。陆招摇这个霸气侧漏、敢爱敢恨的女门主，在白鹿的演绎下，既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勇，又有着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深情。她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敢于挑战传统、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。而在《烈火军校》中，白鹿又化身为坚韧不拔、机智勇敢的谢湘。她女扮男装，进入陆军讲武堂，历经磨难，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人。白鹿用她的演技，将谢湘的坚韧与勇敢、挣扎与成长，都细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到了《周生如故》和《一生一世》，白鹿的演技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她饰演的崔时宜，无论是古代的名门贵女，还是现代的顶尖配音演员，都被她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她的表演让观众感受到了角色的温婉贤淑，小女儿的软糯呆萌，以及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。在《警察荣誉》中，白鹿再次挑战自我，饰演了正直勇敢、坚韧不拔的警察夏桀。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警察的荣誉与责任。白鹿的表演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有义的警察形象。而最新的《白月泛星》，白鹿更是将聪慧勇敢、独立坚强的白硕演绎得栩栩如生。他与妖族大神梵月的传奇故事，让观众在感受仙侠世界奇幻魅力的同时，也体会到了爱情、友情、正义和成长的深刻内涵。选剧本眼光独到，演技日益精进。白鹿在选剧本方面展现出了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。她选择的角色总是能够贴合自己的形象气质，同时又能够挑战自己的演技极限。无论是古装剧中的英勇女将，还是现代剧中的独立女性，无论是爱情剧中的深情女主，还是探案剧中的机智女侠，白鹿都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。随着演艺经验的积累，白鹿的演技也日益精进。她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性格特点，将角色的情感波动和内心世界都细腻地呈现出来。她的表演既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勇，又有着女性的柔情与细腻。这种独特的演技风格，让观众在欣赏她的作品时，总能够感受到一种别样的魅力。白月泛星火爆原因叹息。白月泛星之所以能够火爆荧幕，除了白鹿出色的演技外，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。首先，该剧的剧情设定独特新颖，打破了传统仙侠剧的框架和束缚，让观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观剧体验。其次，该剧的制作水准一流，无论是服化道还是场景布置，都力求精益求精，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精美的仙侠世界。再者，该剧的主题内涵深刻丰富，通过讲述白硕与梵月的传奇故事，传达了关于爱情、友情、正义和成长等主题的深刻思考。二，一年三爆的白鹿为何撑不起一部《白月泛星》？截至目前，《白月泛星》的平台热度还没有破万。虽说距离破万只有一步之遥，可大家都知道，这所谓的一步其实是一道可能永远也过不去的天堑。在《白月泛星》播出之前，关于它的绝美路透，
拒绝古偶换成恋爱的男女主 CP 混搭，白鹿1年3抱保具平安，敖瑞彭帅绝代抱小生的各种说法不绝于耳。但当这部剧真的播出以来，现在行至过半，网络上的讨论度为数不多的可讨论的点，竟然都集中在了戴露娃和常华森饰演的女二和男二身上。为什么一部众人押宝的大制作古偶剧，到最后又走到了被配角掀桌的命运呢？大制作的缝合怪白月泛星被很多网友戏称缝合怪，更被调侃为三生三世之香蜜。有网友把类似的镜头和情节提取出来对比，除了香蜜苍兰诀之外，竟然还有白鹿自己主演的长月烬明。比如香蜜的经典台词从未也被加以修改，出现在了白月泛星。男女主初次相见的名场面和苍兰诀几乎一模一样，而且神女本来和仙君有婚约，后来和魔君相恋的设定也与苍兰诀相似。而男主胸口被钉上灭魂钉，钉满7颗就会灰飞烟灭的设定，则是效仿了长月烬明。这么一看，白月泛星缝缝补补的剧情还真不少。不过很多网友嘲笑归嘲笑，却并不觉得这部剧扑街的原因主要在于此。毕竟要认真盘点起来，内娱古偶也没几部真正推陈出新的剧集，几乎每一部都能找到类似的设定。谈起恋爱来，那些台词也都大差不差。什么口是心非的诀别啊，什么大逆不道的爱情啊，什么惨绝人寰的身世啊，谁还记得谁是宇宙起源吗？大家都互相模仿罢了。观众有时候很宽容，撞梗也是可以的，如何就瓶装新酒才是考验本事的时刻。大家不能容忍的是不想动脑子的编剧和导演，一点自我的东西都拿不出来，还想忽悠观众打造流水线爆款。白鹿自从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小报之后，就一直待在古偶的圈子里，长月烬明之后更是迷恋仙偶，这部白月泛星之后，他还有一部横门有狐。之前粉丝口中所谓的1年3抱，若要认真算起来，只有长月烬明算小报，宁安如梦热播有金句出圈。至于以爱未赢的被吐槽出圈，如果也算报的话，倒不如问问其他演员愿不愿意要这样的负面加成。当然，这样的成绩足以让白鹿牢牢占据90花 Top 3的位置，但究其到底有没有足以扛起大部分作品的强大国民度，相信业界内外都还在观望。被女二掀桌，算不算丢脸？白月泛星播出至今，戴露娃饰演的女2号茯苓，一个很辣的妖女，承包了这部剧最大的讨论点。她和常华森饰演的中招 CP 感爆棚，也吸引了不少 CP 粉。戴露娃的脸极具辨识度，从长相思的阿念到白月泛星的茯苓，每部剧都是有效出演，平稳涨粉，算是被平台买股的上升期小花。一场和白鹿的对戏更是碾压明显，在古偶中拿出了上乘演技。有网友问，白鹿这算不算被戴露娃掀桌？如果算，被女二掀桌又算不算丢脸？真要讨论这种问题，就需要辩证的去看待如今国产剧中对于主角和配角的塑造。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明文规定，还是说这是圈内的不成文规定，还是怎样。国产剧对于主角的塑造向来是伪光正的，仙偶中给女主角的身份一向是神女。千古绝尘中，女主角是主神上古，是4大真神之首。苍兰诀中一开始凌厉，地位都低微的小兰花，最后揭晓身份是身份高贵的西兰神女，而且她们都承担着拯救天下苍生的命运。他们与男主角的爱情注定是轰轰烈烈且刻骨铭心的，就算是妖族的身份，也得高大上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比如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白浅，他虽是狐族，但却是远古神奇九尾白狐一族，为表礼数，众仙便都唤他一声姑姑。身份高贵，美貌无边，没有瑕疵，最后就算以身殒命解救苍生，也总有办法再归来。
最后收获美好的爱情。这样的童话故事看多了，就会让人感到腻歪。随着观众审美品味的改变，本该被万众唾弃的恶毒女二，反而成为了观众眼中无比带感的角色。她们有野心，有生动鲜活的心理活动，不像女主角一样被困在各种条条框框里，演起来反而比女主角更容易有血有肉，有复杂却饱满的活人气息。先不说白月泛星中的带路娃，就连曾经白鹿自己主演的长月烬明，陈都灵的风头也一度盖过了白鹿。从角色设定的局限性上来看，被女配先捉倒显得有点客观因素了。毕竟曾经出圈的恶毒女配自己去当了女主之后，也都扑街了呢。所以被女二先捉并不算太丢脸，很多女演员反思的角度也不对，不应该一味的去追求大女主，或者去引导粉丝防爆女配，而是应该转换自己接戏的视角，多尝试不同的角色形象。粉丝也别闹着姐姐独美，更别高高在上的指着男主说一声赘婿。长了脑子的人都知道，一个人撑不起来一台戏，更何况古偶这种题材本身就是要靠 CP 博热度，那些嚷嚷独美地不都扑了吗？还不常记醒。白月泛星踩的坑不少，有现在的成绩也算意料之中了。